嗨，我是大明，这里是 D-Min Studio。最近我会来聊聊我的舞台经验，还有这几年在教学上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方法，同时也把经验分享给你，希望对正在吹口琴的你有帮助。今天我们要来讲贝斯口琴的滑音。在演奏滑音这个技巧之前，你要对贝斯口琴的基本的音阶还有操作有一定的熟练度，这样你在练习的时候才不会觉得困难很多。一开始我发现这个技巧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听大量的流行乐，在流行乐里面，通常电贝斯手在演奏一些低音线条的时候，会加入部分的装饰。那滑音这个东西，就是在这个装饰的内容之一。我们从比较高的音，然后滑到你的目标音，比较高的起始音，然后滑到你要到的那个目标音去，这样会让这个句子听起来增添了一点绚丽的色彩，然后也不会让这个低音的乐器永远都只有在演奏低音，听起来会比较丰富、比较精彩一些。在一般练习上，我们会把起始音放在比较高的地方，那目标音放在比较低的地方。起始音放在比较高的地方，它听起来的效果会比较明显，然后滑到目标音比较安定的感觉。如果谱上没有特别写说你要从哪个音走到哪个音，那我个人的习惯，我会从你的目标音往上算高八度的位置，然后往下滑。在练习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，你不要吹太慢，你不要吹太慢，或者是你中间的经过的音吹太大声，这样这两个都是非常不好的，而且会让你的主角，就是你的目标音失去它的焦点，会让你中间的杂音变得非常的明显，这样都是不好听的。第一个片段是我2021年把茄子蛋的《浪子回头》这首曲子改成口琴五重奏的形式。那第一段电吉他 solo 结束之后，要进入下一段，我让贝斯加入一个滑音，代表前一段的结束，也代表进入下一段比较激烈的段落的开始。吹给大家听。第二个片段是我2019年编写的《One Night in 北京》这首曲子，在前段的地方，我让贝斯加入了滑音这个技巧，让贝斯在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节奏的时候，听起来比较不会这么的无聊。吹一小片段给大家听。以上就是这次分享的贝斯口琴滑音技巧。如果这个技巧帮助到你，也欢迎你分享给所有热爱吹口琴的朋友。如果你对我们的乐谱有兴趣，也欢迎你联系我。我是大明，这里是 D-Min Studi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